吧，走吧。哇，增肌的一天。先吃一点吧，先吃一点吧。今天辛苦了。我不辛苦，那感觉你好像有股牛劲儿。哎，真的，你知道我朋友说我什么？说我是犬类里面的梗类犬。梗类犬。然后他说梗类犬的特色就是每天都是有充满着活力。他是是的。但是你今天冲浪，主要是最后快没力气了，感觉，是吧？我是被浪打的脑子晕掉了，已经。我感觉我脑子已经眼冒金星了，已经。第一次这么形象。你为什么喜欢潜水啊？我觉得，当你一直待在水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旁边是非常安静的，舒压，就感觉整个人好像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那感觉很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确实，所以我很推荐你真的去试一下。确实很有意思，潜水能让我强迫我慢下来。其实我是一个节奏很快的人，我也是很追求效率的人。然后我感觉最近的生活的话，就是强制性让我慢下来。哦，你感觉你来小屋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确实变化很大，就起码在表达欲上面有了很多的进步。但是其实表达欲这个事情更多的是有人愿意听。平常可能很多人也并没有说感同身受你啊，或者说他其实并不会说真的关心你的。所以你是觉得进了小屋之后，有人愿意听，然后甚至有人可以感同身受。对呀。其实我很好奇，你之前有接触过像我这种类型的男生吗？你什么类型？我不知道，你觉得我什么类型？你怎么定义自己的？我想看看你怎么看我的。因为我就是很普通的人。我也很普通，大家都很普通啊。就是我觉得跟你相处的时候，就是都挺愉悦的。哎呀！所以我觉得，反正目前相处下来，很轻松、很快乐、很舒服。那就好。我感觉你其实也挺有自己的固定的爱好，我觉得这其实挺重要。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爱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会把自己剩下的时间去合理的运用，然后在那个爱好里面去重新生长。那我其实也很感谢，我觉得每个人好像都能给我到正反馈，这种正反馈其实是我平时生活中好像是很难得到的。你呢？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人，我是一个穷追不舍的人。哇！只要我认定这个人，我是的，因为我当时上初中的时候玩的特别好的一个女孩，她上大学之后就把我删掉了。然后但我每年，我甚至每个月都会加她一遍。哇！就是可能也没到每个月吧，可能3、4个月，因为我觉得你想法是什么？我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他的突然离开是有原因的，所以我去隔三差五加他一下，一直到第2年，他突然通过了。那你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很好啊。哇天哪，要我肯定不会这么做。要我觉得他既然离开了，我觉得这个是他自己的决定啊，然后尊重他的决定，随遇而安。那他就可以拒绝我。
他可以直接拒绝我通过好友，我可能就不会再加了。对。哦，只要你不拒绝，我就认为你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会穷追不舍。除非你明确的拒绝我。所以他们两个处理关系的方式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我才是那个更害怕错过的人。那你是会把身边你觉得重要的人都要抓住，都要留住？对，我觉得相互的，所以这份感情会更牢固。就别留遗憾。你怎么想？我好像很少会去故意留住朋友，因为我觉得好像，也许每个阶段都会遇到一些新朋友。啊，对，那当然，因为你在变化嘛。气氛有点不太对。好吃，但我肯定回去会吃夜宵的。行，那就回小屋再说了。行，那先这样吧。好，谢谢。好。你喜欢杭州吗？其实我在杭州确实待这么久，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舒服的城市。然后我感觉我好像这辈子其实没怎么出浙江，对吧？你像大学也是在省内，家里也是在这里。那其实好像我整个人其实并没有出了浙江省，因为我一直就是在这里面原地打圈。就好像那个陀螺一样。那有人在后面鞭策你呢？就已经是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是在推着你走了。啊？那你愿意吗？你以前有处于过这种角色当中吗？如果现在站在第三视角的话，我觉得是有的，我觉得是有的，而且我觉得每一任我都有，我都有。哎呀，你会愿意挥一辈子鞭子吗？我觉得可能我都不觉得我在挥鞭子，哎，就像我社交起来，大家会觉得你没必要逗所有人的。哦，这也是他们俩有不一样的点。没有刻意的逗你们，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开心，我也希望我一直就是沉浸在这个状态里面的。那如果对方还是不改呢？那不改就不改喽，我就在不同里面找共同的地方了吗？在不同里面找共同的地方。我感觉你好像一直在做自我安慰。没有自我安慰吧？我说过我这个是拿得起但有点放不下的性格。而且我觉得他也不是没有努力改变过什么，只是确实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我觉得他有在变，只是变的速度确实没有到我的理想值。我觉得成年人只筛选不挑拣，成年人只筛选不挑拣。哦，不同意，但尊重。你还有那个时间去挑拣？不妙，这个氛围很不妙。我觉得是真诚啊，是用心啊，不可能说我上来咔就能遇到一个完全适配的。是啊，所以说就是你得找啊，或者说他其实你能找到概率有多大呢？我不是说完全完美的那种概率，而是说就是你们之间的偏差是能够比较容易的去解决的，或者说去拉近的那种差距，而不是说你一上来你就需要做很多事情，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不是一个长征。
那你会跟一个人在一起之前，你会预想跟他以后的很多，或者说你大概我会啊，你会想多远？就是我从跟他决定在一起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在想我们俩结婚和生小孩的事儿了。哇，我说实话，真的吗？其实是有压力的。哦，那你这个期望是不是有点太高了？但是我觉得是诚意啊。首先第一点，我如果带着这个期盼进入这段关系，那我一定是这么要求我自己的。对，但我不一定会表达出来说你要先做好一个丈夫或做好一个爸爸。我说的这个态度是给我自己的要求。我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我觉得是跟你适配的，能走得足够远的这个位置。他们俩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到了那一天是必须要分开的话，我欣然接受。不，Oh my god， 这是你的想法。如果让你选，你真的只是选跟他走一段路，还是跟他走？哇啊，多多。不，我不会这么想。他们两个都是不酷，我不认同。爱情辩论赛我刚看完，但他们都很真实。对了。不，我不会这么想，因为你这是抱着预设去的，我是不会抱着这个预设去的。我觉得未来能走到哪，没有人能够预测。前几天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心动、合适，它是两件事情。哇，啊，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跟你潜水的状态是一样的，自己感受。行了，有点压力，就听着有点凝固了。但这他们还确实讨论了一些很多特别值得讨论的话题。因为你看之前的交流里面，有太多的时候都觉得有点没卡上，都觉得聊着有点别扭，但一直都没找到别扭的原因在哪儿。我觉得我跟乐晨的想法会比较相似，并不是说一定会找到一个很完美契合的人，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个大体是合适的，微小的部分是可以两个人去磨合一下的。我不会想要去改变对方，也不希望对方去大量的改变我。当然以前会觉得想要遇到所谓的这个世界上好像会有一个那么一拍即合，对，那么完美，你会觉得好像对方都符合任何你喜欢的。可是后来发现没有人是所谓的完美。我就有一个朋友，他从以前完全不运动，后来认识了另外一半，然后他从一开始可能俯卧挺身连一下都做不到，他现在已经可以做好几下。我觉得他不是为了对方改变，而是他看到对方这样更好，然后他想尝试。你懂吗？那个东西是双向的，而不是说我懂。哦，我因为跟你在一起，然后我想要去满足你想要我变成的样子，那个感觉很像是两个人一起进步，然后知道这样是更好的。筛选也好，改变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吧，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自己的标准之上在聊天。很多人一听到改变的时候，他本能都会反抗。我干嘛要变？这是我的自我。就是改变的人，并不是说我不要自我了，但如果这个变化是一个相对来说好的，或者是你自己可以接受，那为什么要去抗拒这个东西？成长本身就是一种改变。不过因为我们的这个观众都还是特别年轻的朋友嘛，我觉得从实操上来说，其实筛选这个事儿本身是有难度的。特别是处于可能18到25岁，我们心理学上说是成年初显期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里本来就充满了变动，他也不知道他应该去哪个城市工作，想要走什么样的职业道路，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人。所以对于特别年轻的朋友来说，我觉得体验还是比筛选更重要的。你只有在关系中锻炼，你才能学会怎么在关系中生活，你才知道什么适合自己，什么不适合自己。甚至我们不但会在关系中更了解自己，我们还会在关系中有被关系塑造，
有些关系就是塑造了我们现在是怎么看待爱情、怎么看待家庭这些东西的。那我觉得好的爱情经验太重要了。其实坏的也让你会得到不一样的东西。它就是一个爱情，它就是一个过程，它只是一个体验。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多体验、多经历，多去爱。就像我们都听过这句话，是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我本能的就会觉得结果重要，因为就是结果导向，结果重要。但是那天我听一个人在分享的时候，我突然就是非常明确，他说一定是过程重要，因为过程决定结果。我自己觉得这两件事其实是一起的。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如果当下你很努力去创造幸福，其实你就是在经营它可能的长久结果。就两个人突然有一天，哪怕是相处第一天，还是相处到10年，说我们结婚嘛，然后两个人好啊。只有过程是真实的，结果是模糊且虚的。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还是不能把重心放到结果之上。对，就是把重心放在享受当下的幸福的话，其实走到哪其实就是哪里了。很棒。我们到第一天的约会和第2天的约会已经全部都结束了，每一段的约会含金量都很高，指的不只是心动的状态，更是两个人心灵的碰撞。也是当下大家需要很多的碰撞去彼此熟悉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后面的小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想找你唠唠。可以啊。如月，想找你唠唠。就是根据我的过往经验来看，因为我之前的过往经验是我速度太快了，就会导致整一段感情就会变得非常的草率和匆忙。其实我是希望可以慢慢了解的，就是我迷惑了，你知道吗？我懂。我就把乐晨打一顿，蛮可爱的。但我觉得你把这个说出来挺好的，就是首先，我懂，还是该干嘛干嘛，就是开开心心的最重要。然后，对，就我肯定没有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现在也是一个腰疼的人。也是一个腰疼的，我也是个腰疼的人，一起腰疼。对，我也是个腰疼的人，所以，但是就确实没有办法，就是这可能就是爱情要吃的苦。我现在在尝试苦中作乐。苦中作乐，你把自己说的好悲壮。没有办法呀，就是你看，其实无解，对不对？完全无解，因为解法在对方。哎呀，小娇现在心态变得好，以前是她自己纠结，她现在还可以疏导跟鼓励别人。我觉得更应该抓住你跟他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去相处，而不是去想前想后。哦。我觉得我们回来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没有，我看还有车没回来哎。真的？嗯。OK。对了，还有一个羽毛球。我们等会儿来打球吗？等会儿，你不累的话可以打。凌晨打球。那你现在有好一点吗？哦，好多了。那你的脖子呢？脖子倒是没有。你是左边还是右边？两边。两边。他会很关心他。累吗？累是累，但是开心它能抵消掉全部的累。哇，那有没有多出来一点点？甚至是溢出来了。他们两个一句话是讲不完呀。泰如哥，你是一个慢热的人吗？我是看对方什么样的，我是什么样的。你是一个镜子。我们主打一个 follow。啊！小娇的这个眼神。哇 ！Hello。
Hello。Hello。哦。就变化可能要再多一点。转移话题。Hello。Hello。我回来了。你们刚回来吗？我们回来一会儿，在那边吃东西。哦。我还以为我们是最早回来的。还有谁回来了？兰兰，我煲了汤，我要喝。那先放东西吧。